庚子疾病广，虎狼满山川。百钱换生米，河水冲断船。早禾略兴旺，晚稻收不全。Hello， 大家好，这里是飘飘哥，享受寓言的神奇朦胧，探寻人生的真谛回声。今天我们来讲2021年最权威的预言——四圣贤古书真言。信不信，全由你把控；爱和恨，全由你操纵。2020年的庚子年还没有完全的过去，我们的老祖宗是按照阴历历法来推演天干地支的，所以我们还有20余天左右才到真正的辛丑年。而提到庚子年，1840年的庚子年，鸦片战争，西方列强入侵中国；1900年的庚子年，八国联军庚子国难；1960年的庚子年，饥荒灾害，饿死千万人。在那些庚子年里，跃然纸上的词汇就是庚子国难、庚子之变、庚子之乱、庚子全乱、庚子国变。可见在各个庚子年当时的时局和国运是多么的 messy。尽管现在我们回想那一年的历史，仍旧是义军叛乱、屠杀、入侵、辱权、丧国、饥荒等等都映入了脑海，让我们仍然会感到悲愤和凄凉。这些庚子年的内容我们的频道都讲过100遍了，不再热剩饭了哈。那么直接开壳，下一步在庚子年后的一年便是辛丑年，而对于辛丑，我们最快的想到的4个字是什么？辛丑条约。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那么当时是在光绪27年，也就是1901年辛丑年，故名为辛丑条约。因签订日为阳历的9月7日，因此也被称作97国耻。而其他的辛丑年也是灾难不断，1841年和1961年仍然是人类命运多舛的一年。庚子多难，辛丑多灾。2020年的庚子年没有逃出这个魔咒，洪水、山火、地震、暗杀、爆炸、猝死、大饥荒、大游行、大暴乱等等都在庚子年里呈现。而2021年辛丑年即将到来，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呢？咱们就来看看咱们老祖宗所著的各个圣贤书中是怎么说的。首先我们来看《黄帝地母经》。《黄帝地母经》是以60甲子为循环的排列，一师一补，用作预言当年的农作以及世道运势的经书。地母经，地母经，天为父，地为母，守自然，方可谋。在2020年的庚子年说，太岁庚子年，人民多暴俗，更看3更里，山头起木田。这一头一尾的一师一补，把2020年描述的淋漓尽致，甚至讲到了更看3冬里，就是指冬天，也就是我们现在山头起木田。新一波的疫情和变种病毒，再一波的剥夺了无数人的生命，封城在线，疫苗不断。2021年的辛丑年，地母经原文是：诗曰：太岁辛丑年，疾病稍纷纷，吴越桑麻好，荆楚米麦真。春夏均甘雨，秋冬得时分。桑叶树头秀，蚕姑自欢心。人民见苏兮，六畜张群寻。补曰：辛丑牛为首，高低甚可怜。人民留一半，快活好桑田。那么我们解读一下，我们还从一头一尾的一师一补说起。太岁辛丑年，疾病稍纷纷，人民留一半，快活好桑田。如果能够和庚子年的定位相同的方式去解读的话，那就是辛丑年犹如太岁头上动土一样，会给人们带来疾病和灾祸，甚至会有一半的人丧生。诗中内涵令人唏嘘。这个解读和咱们前一集分享的诺查丹马斯的预言青年去一半竟然耦合，诗中寓意令人唏嘘。Oh my God， 嗷嗷狠！
那讲到这里呢，飘哥颇有感触，打油诗一首，是这样说的：古书古训谢天机，东西先人起涟漪，皆闻人民留一半，2021辛丑题。也有人解读人民留一半是指人民应该留生计或者是存粮一半，至少呢留有一半为了渡过难关。吴越桑麻好，荆楚米麦真，春夏均甘雨，秋冬得失分。这里隐喻在秋冬之后会有好的征兆，似乎在说人类的运势会在秋冬大大的缓解。而这个和咱们所分享的印度神童的星象预测的结论，11月份世界新纪元非常的一致。人民见苏西，六畜张逡巡。这里暗指的是人民的疾苦渐渐的消减，生活归于平静之后，六畜是指马、牛、羊、鸡、猪、狗。那么这些六畜呢，小心会有瘟疫。辛丑牛为首，高低甚可怜。这里的高低甚是可怜，既可理解为贫富的差距增大。老祖宗的预言是厉害的，那么连咱们讲到的门塔预言说的 K 型发展都囊括其中了，而马大大最近的消失也归于其中。老祖宗的另一部奇书《枕中记》，那《枕中记》是一本托名孔子所著的寓言书，也叫做《孔圣枕中记》，相传是在孔子的枕头里头发现的。用三更有梦书当枕，千里怀人月在风来形容孔圣枕中记再恰当不过了。而且还有孔子怀人道之心这样的意思。全书以60年一个甲子为一个系列，分上元、中元和下元，逐年的对自然与时事进行预测。那么《枕中记》的早期版本有清朝的同治、光绪及民国的版本。书中有关庚子年的描述是这样的：庚子疾病广，虎狼满山川，百钱换生米，河水冲断船，早禾略兴旺，晚稻收不全，秋冬豆麦熟，燕地虫害田。子贡曰：天降瘟疫，地起狼烟，谷米昂贵，河水泛淹，何以商筹救济时难？吾以为内而安民，莫如轻财平数；外而除贼，莫如集众练团信。能行此，又何患焉？这里对庚子年的描述句句真言，包括预言到了瘟疫和山洪等等。那么我们再看辛丑年，辛丑多忧患，疾病常为岁，春夏雨均匀，秋冬鱼晒备。蔬麻稻粮好，六畜多损退，人民见生息，丧残加1倍。子贡曰：岁随风，疾病凶，多施药材，广积阴功，救人一命，可保数世兴隆。所费者小，利赖无穷，倘若见死不救，便非圣贤利人达人之凶。那么这里可以看出，2021年仍旧是疾病忧患很多的一年。这里也提到了六畜瘟疫会来袭击。另外，这里提到救人一命，数世兴隆，值得推荐。因为疫情，因为世界的贫富分化，多少人都处在饥饿的边缘。如果大家都如人人义士一样出手相助，定然是功德无量。比如说最近在加拿大的埃德蒙顿市，有人在信封里放入了相当于人民币是1500元左右，并赋诗一首来帮助人们渡过难关，并讲到如果您不需要，可以以同样的方式转放到需要的人家的门口。据媒体讲呢，发现大约有400多个这样的信封，而且是匿名的，可谓是隐形的仁者贤人。再看中华文化正史司马迁《史记》之天官书。《史记》之天官书是天文学专史，尊奉天人感应的观念，将天上的星宿与人间的君臣相对应，称之为天官，类似于西方的星座。天空列星划分为5大区域，称为5宫，分为3艮28宿，5维即为木火土金水，2曜为日月以及异星云气侯岁，
用于占星旺气以及占卜术。对近期的土木合相，天官书有记载称，木星与土合为内乱，忌主物用战败。意思也就是说，土木合相暗示内乱，虽然求而不得，但不可以用战，用则举世大败。看如今天下，美国对伊朗的苏莱曼尼，以及年尾岁末对伊朗的核专家的相继刺杀行动，虽然表面上成型，但是却是失势。大选当中，凡是有举世造乱者皆失势，这或许也是川普败选的原因之一。另外，在2月10日有6星连珠，日、月、水、木、金、土相合，唯独缺火，日月属于二曜，所以按照天官书来讲，6星连珠除了日月之外，其为4星合。那么4星合，兵丧并起，君子忧，小人留，这正是天下事的写照，细细揣摩，意味颇深。若看预言谁太准，自有推背去归修。那我们就来看一看中华预言宝典推背图是如何来预言2021年的。2020年庚子年用的是第37象，而2021年的辛丑年用的是第38象。先温习一下37象庚子年。谶曰：汉水茫茫，不统既统，南北不分，河中与共。宋曰：水清终有节，岛阁逢8月，海内竟无王，半凶还半吉。金圣叹注解说，此象虽有元首出现，而一时未易平治，亦一乱也。这里有解释是说什么呢？长江黄河发大水等等，同时恶鬼站在水中取走人的性命，而恶鬼为瘟疫和洪水的标志，确实神准。海内竟无王，半凶还半吉，这句话怎么来看？如果刨除推背图仅仅是为中国的国运而写的，那么如果我们把它放到世界的大格局当中，结合星象天机，我们知道世界的老大是美国，美国有王则世界有王，海内竟无王，就是说天下净土竟然没有大王，这正是美国的大选的过渡期的结果。此时的大王到底是谁，连国会都搞不清了，老的不退，新的无法继任，半凶还半吉，给下一个执政期一种吉凶参半的感觉。而预示着辛丑年的第38象是这样的。谶曰：门外一路，群雄争逐，结集怨余，水深火热。宋曰：火运开时祸蔓延，万人死后万人生，海波能使江河浊，境外河书在目前。金圣叹的注解是这样的：此象兵祸起于门外，有延及门内之兆。这一卦有解释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但是呢，用于2021年的辛丑年，则也意味着有兵戎相见的意味。有禄即指利益，有怨即指空中的飞鹰，指飞行的武器包括飞机、导弹、无人机等等。有余即为潜艇。海波能使江河浊，表示巨浪滔天，暗喻航母类的大船掀起巨大的波澜。境外河书在眼前，境内境外皆为一片狼藉。河书是指没有区别，暗喻天下大乱，无安宁栖身之所。图中有5个人倒地，同时有3人又倒在一起，似乎是一家人，暗喻5大洲世界一家人皆有波及之意，有一种瘟疫和战乱对老百姓影响的狼藉景象，似乎表示辛丑年仍然是延续着庚子年的乱象，且有新的乱象出现。这里似乎看到了咱们曾经分享的奇书狠哥 Deepak 的占星师的眼里的世界大战的预言，不谋而合。不可不说，推背图是预言中的奇书，奇书中的奇书。对以上4圣贤书中的中华预言，大家怎么看呢？其中意味值得揣摩，咱们有机会呢对细节部分再进一步的进行分享剖析。其他的预言已经在路上。对于4圣贤辛丑年的预言，最后飘哥以小诗结尾：四书通古今，人民半不活，
沧海难觅时，方舟天外来。希望在否极泰来的年末，能够有人类的长远光明等待着我们。疫情期间，祝愿大家平安。好的，今天就分享到这里，请不要忘了点击订阅和打开小铃铛。独在异乡为一课，每逢孤独看飘哥。Peace out。